又来个过河拆桥的。就在前2天，巴拿马的最高法院突然扔出一张纸，要把中国企业经营了快30年的港口直接没收，18亿美元的投资呀，眼看着就要打水漂了。美国人在旁边呢是拍手叫好，以为这回稳赢了。结果呢，咱们的反制大棒刚一落下，巴拿马总统当场就跪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场港口保卫战。就在2026年的1月29号，巴拿马的最高法院突然扔出一张纸，说咱们香港的长和集团在那儿经营了快30年的港口特许权违宪了。咱们现在把这事儿给捋清楚啊。这个长和集团在巴拿马那是什么地位？那是1997年咱们还没有收回香港的时候，李嘉诚就看准的地方。那个时候吧，那2个港口呢就是2个烂泥塘，是我们中国人带着钱，带着技术带着在那儿挥汗如雨的工人一砖一瓦的给它建起来的。这29年咱们投了多少钱呀？18亿美元。以前那个什么破码头，现在成了拉美吞吐量前3的超级枢纽。巴拿马这个最高法院早不判晚不判，偏偏在这个港口最赚钱的时候判，这个吃相简直比那饿了3天的狼还难看。而最逗的是谁？就是那个在旁边看热闹的美国。这边巴拿马法院的锤子还没落下呢，那边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是那个著名的反华急先锋，立马发推特欢呼，说这是正义的胜利。说不管哪个国家的公司都不能控制咱们半球的战略要道。嘿，你听听这话露馅了吧？这哪是什么司法独立啊？这分明就是华盛顿那帮政客在背后递的刀子。卢比奥这个反应速度比点外卖都快，一看就是提前串通好的剧本。这巴拿马呢，以为有这个美国撑腰，就能把咱们的资产一口吞了。他们太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了，咱们早就不是那个忍气吞声的年代了。面对这种无赖行径，咱们没废话直接亮剑。第一招，法律重拳。长和集团那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根本没退一步。2月3号直接启动国际仲裁程序，把巴拿马政府告上了国际法庭。索赔多少？业内估计起码30亿美元起步。你巴拿马1年的财政收入才多少？这笔赔偿金能让你的底裤都赔光。这是一场法律战，咱们奉陪到底，把你的国家信誉直接按在地上摩擦。还是第2招，经济点穴，这才是最狠的。咱们中国反制措施一落地那是直接打在了巴拿马的7寸上。阿马多尔邮轮码头暂停，运河第4桥搁置，那些巴拿马急得火烧眉毛等着中国前来救命的基建项目一夜之间全部停工。这就好比你家正盖房呢，房顶还没有封，施工队撤了，你就看着那烂尾楼在雨里淋着吧。还是第3招，釜底抽薪。这招最绝你巴拿马不是靠运河收过路费吗？不是觉得自己是世界咽喉吗？行，我不走了行不行？最新消息中国航运公司已经接到鼓励，开始调整航线。我们要去哪儿呢？去南边，去秘鲁的前凯港。那可是咱们中国自己投资自己建设的深水良港。以后咱们的货直接在那儿卸，走陆路，或者说换小船。一旦这个改道成了常态，你巴拿马运河还收谁的钱去？要知道中国可是你们的第2大主顾，占了你们收入的1/3。这一下就是把人家饭锅给砸了。还是第4招，掐断口粮。巴拿马的农民伯伯们这回可是被害惨了。中国是巴拿马热带农产品的大买家，什么香蕉、咖啡、菠萝。现在好了，贸易降温，中国海关稍微加强一下检验检疫，你的香蕉就得在码头上烂成泥。对于那些指着出口过日子的农场主来说，这一个季度那就是颗粒无收。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吧，巴拿马那边什么反应？那个总统穆利诺一开始那叫一个硬气刚出事的时候脖子梗着说，
这是司法独立的体现，我们要拿回主权。那个架势仿佛他是民族英雄啊。结果呢，咱们的反制措施落地还没有过24小时，也就是这哥们儿睡了一觉醒来，一看这个财经报表，一看港口停摆的报告，一看咱们外交部的脸色，立马怂了。这变脸速度比川剧还精彩。昨天还说违宪，今天就改口说不会让港口停摆，再过半天语气更软了，开始对媒体说我们要平稳过渡，不排除与中国企业继续对话。嘿，穆尼诺总统，你的司法独立呢？你的国家主权呢？怎么一听说钱没了，一听说项目停了，腰杆子就直不起来啦？他现在开始强调多元化投资，其实就想找个台阶下。他心里面跟明镜似的，这一次玩大了，玩脱了呀。本以为美国干爹呢会给钱填坑，结果美国人除了在推特上鼓掌，1毛钱都没给，失去了中国的投资，指望美国，那就像是拿一块硬币去堵大坝的缺口，一阵风就能给你吹垮了。穆利诺呢，终于察觉事态不妙中国这块铁板踢不得呀。更逗的是那个被拉来当临时管家的丹麦马士基集团。巴拿马政府呢，一看长河还要告状，赶紧指派这个马士基接手运营。这事办的那叫一个业余。你得知道，港口运营嘛，那是高科技活呀。那个起重机的操作系统那个物流的调度软件，那都是长河集团这一套班子磨合了20多年的。你现在把这司机赶走了，换了个开拖拉机的上来开法拉利，能开得动吗？源代码在谁手里，数据在谁手里，核心技术人员听谁的？现在马士基在那儿呢，也是一脸蒙圈，真正接手连门都没摸着呢。穆利诺总统呢还在那儿喊我们不会强行干预运营。废话，你敢干预吗？你一干预，系统一瘫痪，那成千上万的集装箱就得堵在码头上，到时候全球供应链断了，这个锅你巴拿马背得起吗？这就是典型的政策先行，脑子没跟上。长河集团这回也是硬气我不跟你闹，我就走法律程序，我就看着你那个港口呢乱成一锅粥，到时候你还得求着我回来。这事吧，跳出巴拿马看，其实就是一盘大棋。美国人为什么这个时候搞事情？因为他们慌了呀！看着中国在拉美的投资越来越多，前开港建厂了，巴西的铁路通了，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后院着火了呀，于是他们就拿巴拿马当枪使想杀鸡儆猴，给中国企业一个警告。他们的算盘是让中企撤出美洲要道，可是美国人太坏了，他们只管点火，不管救火呀。他们只提供了精神上的鼓励，卢比奥的欢呼，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经济补偿。巴拿马以为呢，只要赶走了中国，美国资本呢就会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来，做梦呢！美国现在的基建能力连自己家门口的桥都修不利索，还能跑去给你修港口。美国资本那是不仅不来还要看着你乱，趁火打劫抄底呢。巴拿马在这个局里吧，就是个可怜的耗材。他以为呢自己是棋手，其实就是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卒子。现在好了，中国资金是实打实的撤了，美国资金连个影儿都没有。穆利诺总统呢，看着手里面这个烂牌我估计肠子都悔青了。没有契约，信用崩盘；有信用才能谈合作。现在巴拿马的脑门上已经被刻上了老赖2个字儿，以后谁还敢来这投资这些小国总觉得自己的地理位置好，是世界的咽喉，不可或缺，所以就敢坐地起价，敢撕毁合同，那是老黄历了呀。看看现在的南美洲，秘鲁的前海港那是深水良港，那是直通亚洲的快速通道。巴西的港口，阿根廷的港口都在升级。中国现在的布局那是狡兔3窟呀。我们早就防着你这一手呢。未来几年随着这个前海港、布兰卡港这些节点的成熟，南美的物流线路将彻底重塑。巴拿马运河哪怕你是金子做的，一旦航线改了，你也得生锈。
在这个趋势下啊，没有哪个港口是唯一可选的，这就是中国反制坚决、操作稳重的本钱所在。通俗点说啊，这地球呢离了谁都这样转，一个不遵守契约的国家，最终只会把自己变成旁人不敢靠近的死角。那现在这个局面很清楚啊，长河港口还能接着干吗？我看穆里诺总统呢现在是骑虎难下，彻底赶走长河，他赔不起那30亿，也受不了经济崩溃，让长河回来，那脸往哪搁呀？美国干爹那怎么交代？所以吧，他现在搞什么多方合作啊，想和稀泥。但不管最后这个结果怎么样，长河这一仗啊，打出了咱们中国人的威风，告诉全世界啊，想吃中国的饭，还想砸中国的锅，门都没有。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一仗目前打的，你觉得咋样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